你出关了？嗯。哎，我给你热一下，饭都凉了。没关系，我吃完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啊？花市。那么远去那儿干嘛？到就知道。要饭麻将。怎么人这么少？人多才奇怪吧？今天是七夕。七夕？以前七夕的时候，路过这儿很热闹。整个暑假没陪你逛过街，想带你来逛逛。可是现在才带我来，也太没诚意了吧？可是微微，你也没带我逛过。啊？还把七夕忘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委屈你啦，请我家的男朋友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吧。勉强原谅，下不为例。怎么不说话？让你大脑休息一下呀。你昨天才睡了一会儿吧，现在又带我出来玩，还不如回去睡一觉呢。我倒没觉得累。你的意思是说我只管尽情的使唤你啦？我好像还没被你使唤过，你试试看。听着好像威胁啊。是邀请。算了，你这几天都这么忙，我就不给你发布任务啦。夫妻任务。切！哎，你和 KO 师兄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和预期要达到的效果，还有一点差距。猴子九说了，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太追求完美。我不是要你放弃，我只是觉得不用强迫自己，也许缓一缓，有了灵感，会更好的完成呢，是吧？走吧。我觉得现在在游戏里面，倒会比现实里热闹呢。大家可能在放烟花什么的。你怎么了？我想到了。想到什么？啊！
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最好从下一秒。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最好在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在下一秒。纯白棒球帽，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的美好，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喜欢这样看你傻傻的笑，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最好从下一秒，最好从下一秒。这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这次肯定能成。对，这次装背包做得也很好，肯定没问题。大家怎么看起来都这么紧张啊？今天早上一大早，肖哥就说他已经搞定了，现在正在跑程序呢，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效果。昨天晚上熬夜到几点啊？在普通场景下，内存占用量100到750左右，比预期的要低一些。模拟一下核涡水环场景。简直流畅的要哭了，画面完全没有受损。最高峰值880，平均值一直保持在820左右。Yes， 稳定不超过1个 G。老三，我们成功了，我们将内存占用量降低了将近1半呢。耶！我们成功了，我们完成了，我们不用加班了，我要睡觉，我要睡100个小时。啊，成功了，成功了！真的假的？真的成功了！他们这是成功了吗？肯定是，每个啊见人都爆了。来来来，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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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辛苦了！来来来，老三辛苦了辛苦了。老三，K.O， 这回我不得不承认，你们两个的确比我强那么一丢丢。一丢丢。哦，出来了出来了！怎么样，肖哥，我们成了不？各位，虽然时间很紧，
但是我们在期限内完成了优化目标。Yes！ 太棒了，太棒了，真的成功了！没想到真的能完成，画质面没有受损吗？放心，绝对的完美体现。求福利，求福利，求福利，求福利！按照之前的计划，这次由我和半山、猴子、郝梅、阿爽以及 KO 一起去参加上海的演示会，其他人从现在开始放假2周。2周，带薪吗？当然。大家这段时间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关于明天的演示会，还有什么建议和想法的，现在可以提出来。我有意见。作为一个美术，我对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几位大哥，此次出行你们代表的是智一科技的门面，咱能不能稍微的修饰一下自己的形象？当然了，小可你就不用了啊，颜值可以支撑一切。至于其他人嘛，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买个衣服啊，弄个造型什么的啊。你看看，尤其是愚公啊，一点都不整齐。我不整齐吗？不是不整齐，是具体都说不出来是哪里。这是一个好意见，我觉得应该予以采纳。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没有。没有散了。上海我就不去了，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情我不喜欢，而且我不喜欢穿得很正式。不去开会也可以，反正你也不爱发言。不过你穿正装的样子，还是让我们大家见识一下吧。老大，我有衣服我就不去了，我回家休息，我不太舒服。好，在机场见。我怎么觉得阿爽很奇怪呢？这一看就是加班加傻了。我现在觉得自己也特别奇怪。咱们开个会，讨论一下演示会上的细节。算了，细节明早再讨论吧。打起精神来，先去给你们的外形做一下优化。微微，我们一起去。哎，美女，把你们店里最好看的西装拿给我。不是，哎，只有1下的话就给我啊，给我。我们要不要换一家店？哎，麻烦帮这位先生也选一套合适的西装。好的。你不用选一套吗？我有几套正装，暂时不用再买了。我劝你们还是别和我穿同款了，这样啊，特别暴露你们的缺点。哼，你是怕我威武的身躯把你显得特别的娘。你们俩就别争了啊！这套西装啊，最适合我这种成熟稳重的男人穿了。换套别的吧，你们俩。呵呵。三嫂，你来评评理嘛？这到底谁最帅啊？你们为什么要穿一样的款式啊？当然穿同款了，这样的话你才能看得出来谁的颜值最高啊。都挺帅的呀。不过我建议你们不要穿一样的，要不别人会以为是批发的呢。怎么可能都挺帅的呢？怎么着也得出来个1、2、3。这三嫂你就不能注意一下气质这个东西？呵呵。做人要诚恳，侍卫。你说句实话，你很难吗？
讲实话，那你让我整理一下思绪。KO 师兄好帅啊！不是，看我干嘛呀？有点不是很舒服。你这个领子就没弄好，真是的，穿不整齐还这么帅。这个西服的第2扣你就不能扣，土不土？喂，我不太懂。不懂也没关系，反正你长得帅嘛。算了算了，我呢还是去挑一个活泼一点的，适合我的吧。好吧，那我也去选一套更深沉一点的。那你帮我参考参考。没想到 KO 师兄穿西装还挺帅的。看我干嘛呀？在比较你第一次牵我手的样子。这套拿下我的尺码，谢谢。好。你也要买啊？随便试试。二喜，现在就打车过来，看帅哥试西装，不看你后悔一辈子。啊，真的假的？哪有一堆帅哥呀？大神公司的。啊，师兄们，制服诱惑，我马上来啊！你这次怎么这么好啊？有福利还知道提前通知我。唉，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表现得太花痴了，所以叫你过来，用你的表情来表达我的内心。地址在哪儿啊？你不用过来了。啊？为什么？我都准备出发了。因为不舍得给你看了。啊！臭薇薇，有异性没人性。我说了，你们没有胜算。香奈提前完成了优化。看来他的确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幸好我有万全的准备，剩下的事情你不用管，顾好你自己。好戏还在后头。谢谢光临，各位请慢走。我送微微回去。OK， 晚上机场见。拜拜。拜拜。走了。我们直接回你公寓吧。收下行李去机场。正好，明天我也要走了。搬去你室友那儿。你是不是忙得连日子都忘记了？明天是我开学，当然要搬回学校了。走吧。看来明天我不能陪你去报道了。你要陪我去报道才惊悚，搞不好啊会被人围观的。
爸，我的许悲鸿呢？你把我这个许悲鸿，这个吴冠中都放哪儿去了？什么跑？什么许悲鸿、吴冠中？又不会长腿，不会跑了。你们站着干嘛呀？薇薇，去泡茶。话都在这儿。哎呀，担心死我了！小心小心，手稿。方便让吧。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念着这些字画？这些比你的儿媳妇更重要。小娜，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是不开明，就是你的小女朋友你们她还没有想多了毕业。他借的房子出了点问题，搬过来住了几天。那你呢？这几天我一直睡在公司，刚刚才回来。今天晚上我要飞去上海参加丰腾科技的 demo 演示会，薇薇也要搬回宿舍，所以才收拾行李。我们做父母的也不是不开明，就是……哎，你到底是支持呀，还是反对呀？你弄你的字画，不要插嘴。哎，你看，一会儿让我管，一会儿又不让我管，哎，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你们先统一一下意见，我去厨房看看。哎，你，怎么办呢？肖教授、林教授会不会以为我是那种特别不矜持的女孩？一般他们只会觉得我不矜持。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你可以表现得像受害者。我倒是想啊，不过我天天跟你们一起吃盒饭，我长胖了好多，这么油光满面的，哪里像受害者呀？你的意思，难道没胖，就真的要假装受害者？那必须啊，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多重要啊！放心，已经解释清楚了。快去给你婆婆敬茶。快去！知道了。林教授、肖教授，喝茶吧。哎呦，快坐快坐。坐吧。你的论文写得不错。谢谢教授。因为我的舍友，他借给我的房子出了点问题，我临时在这住了几天。香奈跟我们说过了，不用在意。你的系主任就住在我们家隔壁，早就夸过你了。我们知道啊，你是个好女孩。我们做父母的不是不开明，如果……我差不多要去机场了，妈，薇薇要回学校，我来不及送她了。你们回学校的时候，顺带把她捎上吧。好呀好呀。别，那个真的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没关系的。叔叔阿姨，我寝室到了，你们不用送我了。没事，就送到门口，前面快到了吧？啊？这个不是考古系的肖教授吗？是的，另一个是我们系的林教授。啊？贝儿都见过肖奈的父母了。天啊，他们竟然还送他来学校，这秀恩爱见得多了，居然还有秀公婆的，简直别出心裁，丧心病狂啊！可不是嘛。就这儿吧。啊，是。哎，箱子重。没事。哎，好了，叔叔，送到这儿就可以了。我叫我寝室的同学帮我拿行李了。能拿吗？这么多东西。可以的。啊。不要客气啊，等香奈回来了，经常来家里吃饭。哎，是。好，东西给我吧。那阿姨叔叔，我送你们走吧。哎，不用。不用了。别客气啊，我们自己走了。快上来。那好吧。小心啊。哎，
再见啊，叔叔阿姨再见。在楼下就听见爸爸，妈妈呢？原来是大神爸妈送你上学啦！哎呀，菲菲，你也太厉害了吧！人家上学最多是父母送，你居然是公婆送。拿东西。不要讲细节，哎，记得讲细节啊。哎喂，你到了吗？今天还挺快的，没晚点啊。上海也堵车啊。好，那我不打扰你了，早点休息啊。拜拜。早点休息啊。好，拜拜。咦，某人好甜蜜哦。你和大钟都甜了2年了，还不让我反击一下呀？哼！哎呀，你们够了，这么算最亏的是我和二喜。你不是刚刷牙了吗？你健忘啊？我刚刚刷完牙，然后又偷吃了。他说什么？他说他刷牙之后又偷吃了。二合一的点心大礼包。什么？你带回来的点心大礼包。厉害。耶！累了一天了，总算可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对哦，你们俩什么时候和好了？之前到底为什么吵架？说。为什么吵架不重要，重要的难道不是有人吵架了之后去哪儿住了吗？对呀。对啊。喂，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快说什么情况？没有情况，没什么，快说什么情况？真没有情况。你让我说什么呀？没有。薇薇，我马上要去国外读书了，今天是来办理手续的。恭喜你。我很抱歉，以前因为我一些不成熟的行为，给你和香奈造成了困扰。没关系，其实还好。薇薇，我很羡慕你，不光是因为你和香奈的感情，更多是因为你有真心相待你的朋友。朋友之间，贵在真诚。如果你真心待人，对方一定感受得到，并且报以同样的真心。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珍贵的朋友。我懂得太晚了，不过我觉得来得及。薇薇，谢谢你，希望你一切都好。啊，祝你一切顺利。拜拜。薇薇，小花跟你说什么了呀？我怎么觉得她好像比平时好看了一点？没什么，他说他下学期要出国留学，还有啊，他很羡慕我有你这个损友。谁是损友啊？我明明是国民好闺蜜，好吗？你得了吧你！那薇薇，她走了，你不就晋升成校花了吗？哎，嘘，这件事情啊，这样，你匿名呢发帖子到论坛，说已婚妇女啊，不，
说有男朋友的女生不能参选校花，怎么样？你死了这条心吧，已婚少女，你花店啦！你进去吧，我在这等你。啊，你跟我一块儿进去吗？就在大堂，没人注意的。我在这儿吧。哎呀，走吧走吧，没事的。你就坐在这儿，我上去领工资。万一他们克扣我工资，我一个电话你就打上来，知道吗？知道了。哎，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原来是真义的人啊！拿到了！喂，还你钱，剩下的咱们俩去大吃大喝，不带小林和思思那两个没良心的啊！这个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啊？哦，是我们公司的李总，负责游戏开发的。怎么了？等会儿跟你说。为了保证公平性，我们必须使用风腾提供的与真实网络环境下同等配置的外部服务器。其他和公司测试的一样，你们不用紧张。可我还是紧张，老三。哎，你确定让我第一个跟你一起上？你不能因为我颜值高就让我遭此劫难吧？呸！论颜值的话，肯定是我第一。老三呢，只是拉你做个陪衬的，形成一个反差嘛。很好，还有精力胡说八道，说明你们不是很紧张。紧张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倒不至于像阿爽那样，紧张到拉肚子来不了。这阿爽关键时刻掉链子。怎么电话一直关机啊？请问是智一的团队吗？是。好，请跟我来。肖总来了，王总，欢迎欢迎。何总，让你们久等了。哪里，我们也是刚到。这就是智一的团队，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果然很年轻。是。哟，李总，欢迎。王总，欢迎。何总，这位是我们真义这次是由小甄总带队，这就是我们的小甄总。王总，欢迎。何总，欢迎。哎呀，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看到这么年轻的团队，不服老都不行啊！既然人都到齐了，那里边请。怎么都关机啊？到底怎么了？你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跟孟毅然吃饭，我说遇到一个熟人，那个人啊是肖奈的员工。我看到他和这个真义科技的李总在一起，这两个人同框，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啊？二喜，你说这样会不会对肖奈不利啊？不会吧？也许只是认识吃顿饭而已呢。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还是得打电话问一问。怎么还关机啊？微微，你先别急，他们出席演示会肯定要求关机的，所以打不通。先回去再说。因为是非公开的演示会，所以大家不要拘束，随意一些就好。我们等等封总，他来了我们就开始。好的，好的。封总来了。
冯总，坐吧。冯总，这边是智一科技团队，那边是臻毅科技团队，待会儿他们会分别向我们展示他们的游戏 demo。冯总是下午1点的飞机，所以时间会比较紧张，每个团队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跟何总商量了一下，按照笔画的顺序，臻毅先来。好，谢谢王总。非常荣幸，由我代表臻毅科技向贵公司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此时此刻，虽然我是臻毅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但更加是《倩女幽魂》的资深玩家站在这里。我们臻毅对新倩女的所有的设计，都始终坚持将玩家的需求摆在第一位。玩家之所以能被一款游戏吸引，不仅是因为重复的战斗和无尽的升级，更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还有感情。所以我们在原有的游戏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互动系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复杂有趣的恋爱系统、家人系统、结义系统和100人团队任务等等。大家请看样片。我的演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不错。现在的网游技术已经达到一个阶段性的顶点，一些小的突破已经无法再给玩家带来什么新鲜的感受。那么在玩法上创新，我觉得臻毅做得很好。臻毅的作品确实有些意思。那接下来有请智一团队。大家好，我是肖奈。接下来，我将和我的团员们一起向各位展示我们智一公司对于新倩女的设计构想。你们的 demo 这么小，是赶工出来的吗？我听说你们的程序员特别少。8个。虽说都是高材生，但如此规模的研发力量未免也太……智一的程序员虽然不多，但是每一位成员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且团队成员之间彼此熟悉，合作顺畅。另外，客户端小，并不等于会降低游戏品质，反而会更方便玩家下载。希望在接下来展示可以为何总证明这一点。开始吧。李总，一切顺利。风腾给我们提供的是同样配置的服务器，臻毅能连上，智一怎么可能会无法连接？难道是游戏本身有问题？
不对啊，这物理连接都连接不上了。这物理连接，那是哪个部分？会不会是我们的服务器出了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赶紧问问机房怎么回事。好的，王总。王总，机房负责人检查过了，是我们提供给质疑的服务配置出现问题，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服务配置呢不正常关闭了。如果重新启动的话，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半小时？可是方总45分钟之后就要赶去机场啊。方总的飞机不能延误啊，要么现在做决定，要么换个时间。换个时间不太现实啊，还得看何总的时间。何总这一去美国3个多月，这个等不及啊。不如我们现在就做决策。我觉得真义他们已经是很不错了。真义的想法很有创意，质疑的未必比真义的好，而且这合作还讲究顺不顺。这质疑开局就不顺。对。连接镜像服务器。镜像服务器。你们在其他服务器上备份了？你们连接了自己的服务器，可是你们服务器的规格跟我们丰腾提供的不一样，这样对真义来说不公平。联释会前，我们在其他相同规格的服务器上做了备份，为的就是以防万一。冯总，这是这台服务器的远程连接账号。丰腾的技术人员可以随时登录，检查服务器的各项系统参数。网络游戏是个商业化的产品，每分每秒的运行都会影响着整个公司的口碑和收益，所以稳定性至关重要。近年来，网络灾难屡有发生，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质疑在设计服务器构架时，就考虑了实时的异地容灾。在这个构架下，一台服务器发生灾难，另一台镜像服务器就会立刻启用，让玩家继续游戏，最大程度的保证游戏正常运行，尽可能的减少意外的发生，是我们质疑始终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将来在联合运行中给予丰腾的承诺。这么年轻的团队做事就如此周全稳妥，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有备而来，王总，我不相信巧合。明白，我已经让人去查了。接下来，请我们的团队成员分别向大家展示新倩女的游戏特色。我们的引擎经过重新设计，将单线程逻辑拆分到多个线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代 CPU 和 GPU 的计算功能。彭总，单线程变成多线程，就是说……我懂，你不用跟我解释。单机游戏、网络游戏最大的不同在于 NPC 与玩家之间的互动。那如果说 NPC 很死板的话，玩家自然而然会丧失很多的乐趣。因此，我们特意为 NPC 建立了深度行为树，尽力使他们更加的智能，让两者之间的互动更加生动、有趣。我们游戏天气的变化将以最大程度的去模拟现实，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日升月落，有风和日丽，当然也有阴雨连绵。我们的宗旨就是让玩家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变化的乐趣。谢谢。这么复杂的场景变化，对电脑的配置要求很高。但如果说玩游戏的话，需要重新升级电脑，会不会对我们的玩家而言不够便捷，也不够亲民呢？何总的问题，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展示的重点。在不降低游戏品质的同时，降低对电脑配置的要求，是我们引擎
一直优化的目标。接下来，我们将以大型核泊水患任务作为演示。真不错，是啊。既然游戏中有阴雨连绵，当然会导致水灾的发生。核泊水患是我们设置的一个全服救灾任务。玩家除了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将 NPC 送到安全区域之外，还要相应执行灾后重建、旱灾运输等任务。这些将形成动态任务链，以保证玩家对任务不会产生枯燥、厌倦的心理。接下来，我们将模拟成千上万的玩家进入任务，进行服务器的承压性能测试。哇，太厉害了！风总，我觉得这个……哦，我知道你懂的，那我就不解释了。10000个人同时在线，还能那么流畅，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不仅仅是心切女，如果其他的游戏也加上这项技术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收益真的是……以上便是智一对于《心切你幽魂》的一些设计和构想。最后，我想在演示结束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智一科技的理念：坚持原创，传播文化。在我们选择走上创业、成立游戏公司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产生质疑，因为我们年轻，缺乏经验，也因为游戏在多数人的眼里意味着不务正业，但在我看来，游戏和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座博物馆一样，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载体，一种承担着文化传播责任的载体，都是向人们展示文化的一种途径，甚至更润物细无声。玩家在玩我们游戏的同时，可以身临其境地体会着中华文化的每一个细节。所以，智一的目标不仅仅是做出受欢迎的游戏那么简单。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构建的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这也是我们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原创引擎的原因。只有自己的引擎，才能创造出与其他文化绝不类同的只属于中华文化的世界。我们想建立一个世界，一个原本只停留在文字和想象中的世界。当然，我们不会把想法和观念硬塞给玩家，而是在游戏里每个细节中去充实和展现。这就构成了我们整个游戏的格局和世界观。风腾也是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智一能有这个想法，倒和我们不谋而合。谢谢风总，我们的演示完毕了，谢谢大家。质疑的想法当然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市场性依然是第一位的。臻益科技主打的互动系统，在可玩性和延续性上都要更胜一筹。我跟何总的看法不同，新倩女不是倩女的简单延续，如果变革不大，那没有必要推出新产品。智一科技研发的游戏引擎优势明显，后期还将广泛的应用到其他的游戏当中去。风总，时间差不多了，
感谢2支年轻的团队，向我们展示各自的研发成果。那请各位先到会议室外的休息区稍作等待，我们内部讨论一下，稍后公布结果。李叔，别走来走去的了，烦死了。现在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我这心里面……尽人事听天命，我已经做到一切我能做到的。如果输了，就是技不如人。你们是不是提前商量好了？为什么备份的事我都不知道呢？你当然不知道了。老三在来之前就跟我说小心一点，结果没想到还真出问题了。当时我也慌了，差点把这备份的事给忘了。不过说来也奇怪啊，好端端的服务器，怎么会突然出现问题呢？我马上飞纽约了，合约的事情等我回国再详谈。随时恭候。感谢你们对风腾的支持，我有感受到你们的诚意。希望下次有机会合作。谢谢风总。何总，送我下楼。让你见笑。虽然很不想承认，但这一局你赢了，我心服口服。我们走。不要这么垂头丧气的。我们虽然输了，但是要输得有风度。我们在技术和策划上确实比不上智一科技，也算是心服口服。不过你们也不要灰心，这次虽然输了，只要我们回去好好总结经验，下次做好充分的准备，就一定能做出更好的游戏，打败智一科技。这段时间加班，你们也辛苦了，都回去好好休息吧。对不起，经理。不是你们的责任，不用自责。我是项目负责人，所有问题在我这儿。如果不是风腾提前了20天，我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你们带薪休假3天，回来再好好工作。李总呢？刚才不是跟着我们吗？好，我找他还有点事情，你们先回酒店吧。好的，经理。甄总，对不起啊，项目没有拿下来。我也没有想到，我以为是万无一失的，没想到肖奈这么厉害，居然准备了镜像服务器。何总应该是也被发现了。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安抚少爷的。行，那我先挂了，甄总。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回来啦？来见你吃夜宵。我们赢了。太好了！来。同志们，我们拿下项目了，帅爆了有没有？有没有？必须有！简直是轻而易举，毫无悬念 ，so easy。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努力，辛苦了，我敬大家一杯。嗨，还以为你们在上海庆功宴了呢。哎，怎么回来了？还不是因为想念你们呀！反正我们还得谈合同，下一次大家上海吃啊！对，今天晚上就多吃点啊，反正有人请客。哎，谁也不许提前走，不醉不归。我跟你们说，我为了等这一顿大餐，我连飞机上的饭都没吃，饿死我了都。哎，加菜加菜，今天可绝对不能便宜了老三。哼，还有这么多没吃呢。你是不是傻呀？今天难得能敲诈老三一笔。再说了，我可是团队里的核心力量，我要不多吃点儿，怎么弥补我这段日子损失的脑细胞啊？加吧，多吃点。好，美女，加菜。大饭店，服务员的高冷。多吃一点，有人请客。哎，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啊？没意见的话，我做主了啊。好。2打生蚝，2打扇贝，2打带子，再来2盘田螺。哎，有没有想喝啤的？红酒吧，啤酒不能配海鲜。没劲，那就红酒吧，快点啊！小哥爽快，来，我敬你一杯，感谢请大家吃大餐。今天难道不是郝梅请客吗？哎，不是，凭什么是我呀？我记得那天开会前，大家都在讨论，郝梅请大家去哪里吃海鲜，原因是2套房子。对，我差点忘了，梅哥，做人可不能言而无信啊。这顿饭得你请。就是嘛，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对不对？对。救命啊！我能不能撤单啊我？哎，梅哥有点豪气。就是，别那么小气嘛。哎，那你们就这么放过老三了啊？是啊。下周末，请大家自驾游。哇！还是肖哥爽快啊 ！I love you。哎，梅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看看银行卡，老三，你还真是无毒不丈夫。过奖了，我最多是个沙尘暴。哎，来，吃这螃蟹。太记仇了，以后都不敢得罪你了。完了，你刚刚已经得罪我了。万没想到啊，居然是我买单，这些都是我的钱，我的血汗钱啊！嘿，你血汗哪有这么多钱呀？你的血汗。哎，梅哥，现在是不是应该交代一下房子的事？对啊。上个月不是我爸妈来了吗？我不想回老家工作，我爸妈买来催我娶媳妇用的。哦，那怎么买2套？难道你要娶2个媳妇？不是，老三你沙尘暴哪有只吹1次的？你吃。我们连妹子都没有，他居然要娶2个妹子，就是2个妹子啊！过分！哎，等一下，我差点忘了，我那个房子呀，还有一间空着的，你们谁要来住，不收房租。
但是那个房间特别小，只能住1个人。你们兄弟，咱们俩可是一起同居了4年啊！你这时候不会抛弃我，抛弃我吧？房子那么大，你还跟我抢？我跟梅哥我们2个共浴过，比得了吗？哎，我说于公啊，你这可得想清楚了，这将来要处个女朋友，然后往家里一带，靠，这可不就让梅哥给抢走了？对，我就带着我的妹子一起投奔梅哥，怎么了？你脚那么臭，这梅哥肯定受不了。我去，他脚比我臭多了，他的袜子他都不洗。你脚臭磨牙，根本就没有入住的权利。得，大家都是兄弟的，你们谁住啊？我这良心都过不去。要不这样吧，你们呢先商量着，商量完了呢，结果告诉我就行了啊，就这样啊。咱们喝个，咱走一个，来，走一个，走一个，好，到了。阿爽师兄怎么没来啊？辞职了。难道他真的出卖大家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去找二喜，看见阿爽和一个陌生男子在一起，结果今天我和二喜去拿实习工资的时候，发现那个人是真意科技的游戏负责人，我就觉得里面有问题，所以打电话给你，结果你手机还关机了。演示会不方便。梅哥有房子呀，指不定哪天咱俩。可是阿爽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来，敬你一个，敬你一个。来，咱们都敬个，都敬个，都敬个。肖哥，我找你有事儿。我想知道原因。老大，你都知道了。我有一个发小，他开发了一款小游戏，但是被他的女朋友出卖给了真意。我发小一赌气呢，就还是把这款游戏给发布出去了，然后就被真意反过来告他窃取商业机密。真意因为这个找到了我，我这个朋友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只能背叛之意。但是我只说了我们游戏的进度，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透露，所以你。老大，对不起。原来是这样啊！那愚公他们知道这件事吗？他们不用知道。辛苦了，家长。生蚝。怎么了？没什么。快点长大，家长夫人。哎，大家都吃好喝好了吧？唱首歌呗。走，唱歌去走。哎，是，走啊，唱歌去。好，来，哎，我先来，我先来。谁先来啊？我先来。他先来吧。走吧，我送你回去。那他们没问题，帮他们叫车了。嗯，走去买单。哎，不是美人师兄买单吗？闹着玩的，让他开心一下。嗯，走。老于，走一个。你们玩的开心，我们先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嗯 ，yes， 走了。拜拜，再见，拜拜。好，我们嗨起来吧！来吧，嗨起来，嗨起来！嗨起来！来，我们坐。来，我们上这个车，这个上车。
说好的公平竞争呢？啊，你这倒好，直接给 KO 开后门了。人家能洗衣做饭、刷碗扫地，你能吗？你能吗？我这么宝贵的手，当然是不能干这些粗活了。不能就闭嘴，赶紧上车，走，出发了，快！好了，你们先走，我去接薇薇。一起去啊！一起去。师妹，上车。哎，你们这阵仗也太大了吧！他们硬要跟来。早知道我自己去公司集合了，这也太引人注目了。放心，应该不会比公婆送上学更引人注目。你说的真有道理，不过这都是谁干的？安全带。轻轻的附和，眼前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爱要精心来雕刻，我是米开朗基罗，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用时间去思念。爱情有点甜，这心愿不会变。爱情有点甜，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超了，超。我的心窝，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怎么了？车没油了吗？我忽然想到，他们只知道哪座山，不知道具体山是什么地方。让他们等着。这两天我们独处的时间可能不多。我没关系啊，大家一起玩挺开心的。我的意思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爱要精心来雕刻，我是米开朗基罗，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哎，到了吗？什么情况？打不通电话呀！打不通电话，再拨一个。啊，通了吗？哎，哎呀，大哥，你总算来了，你怎么回事？打你电话也不接，开台那么慢。哎，师妹，你怎么了？脸怎么那么红啊？刚才手机没信号。走吧。走，来，走。哇塞，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呐，有没有？哎，
这里的游泳池好大呀！哦，老三，什么时候发现这么好的地儿啊？一不小心就发现了。微微先生房间，其他的你们自己选。OK， 好嘞。哎，不行不行，我先说好了，我得住对游泳池房间，你们谁都不能跟我抢啊！KO 师兄他们在游泳呢，不去看一眼吗？谁告诉你在海边长大的就一定会游泳啊？我呀，其实只会吃鱼。唉，好吧。行了，就这样吧，咱们去看游泳吧。这可是你逼我去的。行了行了，走吧走吧，我逼你去的，走，看游泳去。走。喂，你们这么游过来游过去，游过来游过去，有什么意思啊？比赛一场，哎，让他们两个比赛一场怎么样？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老三可是校际联赛的游泳冠军。切，懂不懂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呀？啊，看这身材，这一看就是天生的冠军坯子，有没有？身材，啊，梅哥，你果然是慧眼如炬啊！那当然。美人师兄，有人夸 KO， 你怎么这么得意啊？要你管？来一场。请。1、2，来吧来吧来吧，下注下注！我赌大神。我赌 KO， 我当裁判。好，来吧。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1、2、3 ，Give me some。我去呗，加油！我宣布，第一局老三获胜。美人师兄，我赢了。不算不算，再来一局，再来一局，我一定赢。还来啊？再来一局。不赢的话，我没心思上课。好，预备。开始！快！哎，伟伟师妹，上次你先选的，这回我先，我选老三赢。那我只能选 KO 了。嗯哼，这个手打开。谁 KO 啊？我宣布 KO 获胜。哎呦，就差那么一点啊！唉，我居然又赢了。你没赌我赢。我本来是想赌你的，可是美人师兄先压了你，我只能压 KO 了。老三，你是不是放水了？KO说，
他赢了才有心情烧烤。哎，他这是生气了？是啊，你居然不信任他。你快去劝劝他，他要是不给我们烧烤怎么办？快去啊！包在我身上 ，KO。哎，鱼好了，鱼好了，鱼来喽！哎，真行我了啊！哎，我真心觉着 KO 当程序员啊就白瞎了，他呀就应该当一个烧烤店老板，绝对比现在有前途。对呀，没错没错 ，KO 师兄，你还是做回老本行吧。不行，哎，老板，你是不放人吗？在外面吃太麻烦，可以在公司弄个厨房。老三，你够狠啊！这可叫一鸡两吃是吧？梅哥，人家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这是要把人厨师给吃了吧？鸡腿儿，我在看我的鸡腿儿。KO，你烤得太慢了吧？哦，鸡腿来了！鸡腿来了！我的鸡腿！我的鸡腿！哎，我听半天了，这都快跟我姓了。我的鸡腿！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这个鸡腿先削了，叫削背鸡腿。不错不错呀，这好鸡腿。完了，你们这些坏人！我这么壮硕，我一个鸡腿没尝。你们这群人是看着吃的5里制爆表啊！不是 KO， 你烤得太慢了，还有你们太没有秩序了。我建议咱们定个规则来分配吃。哎，不如我们靠实力，石头剪刀布，谁赢谁先吃。那叫实力吗？那叫运气。再说了，石头剪刀布那么快，玩100把，这一个鸡腿没烤好呢。就是，哎，我有个建议啊，我觉得啊，我们可以去倩女里 PK， 大家都有账号呗，对吧？谁赢了谁先吃，这总靠实力说话了吧？游戏宅男，你跟我真人 PK 啊？怎么真人 PK 啊？三嫂还在这儿呢，你看他那贪吃样，不带他能乐意。这是在网游 PK， 我要跟大婶一组。提醒我了啊，玩游戏不能带老三，要不然鸡腿全被他吃了。就是，哎，同意啊。那我吃什么？你可以让三嫂帮你赢啊，就这么定了，赶电脑去。哎，大家都不带一个服务器，怎么打？这样吧，都来我们服，然后用我们的号，我来统计战绩，轮流 PK。我要用大神的号。行啊，三嫂，要用自己不熟悉的号，地狱无门你偏来闯，你是自寻死路啊！还没玩，你们怎么知道我会输啊？来一把。一个鸡腿，再来一局。我站住知道。你站住知道，我不玩了。哎呦喂，只要大神动动口，你就不敢打了。哎，我说愚公，你这一眼就被看穿了啊！好羞耻啊，愚公，是不是男人啊？闭嘴！来就来，来。定风波，魂罗一，水云游。跳上比武盘，清平乐嘉许，服务取胜。哇塞！你居然能跟上肖哥的速度啊！哎呀，有人要挂喽，要挂了！生生版，黄鹤照必术。哇！鱼半山，后一个鸡腿。
我们还扣一鸡腿啊！当然了，那你输给2个人了。但我打死你，我扣一鸡腿！哎，村长，把你的号借给我下本，我没玩过你的职业呢。好啊，那你等一下，我登录下我账号。好。好了吗，三嫂？你等一下，我看一下信。哦。芦苇微微，收到这封信，你大概会很奇怪吧？其实我也没想到，在告别倩女幽魂前，最后一封信，居然是发给你。你不用觉得困扰，我是来道别的，没有别的意思。有些事情憋在心里，不知道跟谁说才好。你就当我找了个树洞吧。我甄少祥一直游手好闲，没正经做过什么事。这次也是受了刺激，才决定去做游戏开发。没想到却真的来了兴趣。虽然我资历浅，经验少，但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其实我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只是没想到败得这么不光彩。如果我说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我根本不知情，不知你会否相信呢？尽管如此，我依然很惭愧。现在肖奈肯定很看不起我吧？说到底，如果我真的有本事，我父亲也用不着耍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这个游戏我玩了几年，现在就觉得再也没法待下去了。每次登录游戏，都好像在提醒我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所以，我打算认真学点东西。这个，也许还要感谢你和肖奈。最后麻烦你转告肖奈，我早晚有一天会做出比他更好的游戏来。加油！恭候，肖奈。哎呦，好了没有，三嫂？我的画都谢了。好啦，你用吧。好，嘿嘿嘿，为了 KO 的鸡腿，谁要跟我来啊？我来啊！你是吧？来。大哥。好啦，我现在来宣布一下比赛结果。微微师妹，鸡腿3个，羊肉串10个，掌声！来一起吃。鸡翅1对，于半山1个都没有，欠1个鸡腿。太不科学了！我到现在什么都没吃着呢，你们也不知道给我1个。那给你，谢谢。我们出去走走。大哥，我连晚饭都没吃呢，你还去约会啊？再待下去，你要饿着肚子过夜了。那。对。这里好像游戏里的落霞峰啊。所以带你过来看看。我突然想到，新倩女幽魂推出之后，倩女一里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最后停止运行了？不会，应该会一直运营下去。可是新倩女会带走很多人，如果人数越来越少，风腾会关闭服务器吧？新游戏再好，也有替代不了旧游戏的地方。
不会所有人都离开，而且我记得，当初风腾承诺过，永久运营。话是这么说，可是以前也有说永久运营，最后却关闭的游戏啊。长乐不敢保证，不过等到我们孩子能玩游戏，应该没问题。孩子？对。至少要带他到朱雀桥下，告诉他我们在那里说的第一句话。一笑奈何兄，你叫我跟我结成侠侣。结吧，我们一起到3生石。这件事本该你来处理，不过世界上关注的人太多，我想还是速战速决为好。那我们一起闯荡江湖，做一对江湖野鸳鸯。野鸳鸯？我记得我们明媒正娶拜过堂。萧师兄，好巧啊！不巧，我在等你。我突然觉得，我刚刚纠结了半天的问题，一点都不重要了。就算哪天这个游戏关闭了，可是我们一起看过的风景，一起做过的事，那些记忆并不会因为数据的消失而消失，我会一直记在心里。你呢？我一定记性比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有点特殊啊。对于传统的观众朋友来说呢，他还是比较陌生的。他最近在这个游戏圈里面呢，是个风云人物。我们《新倩女幽魂》的总策划肖奈，我们掌声欢迎。大家好。首先要恭喜你啊，这个手游和端游双双获得国际大奖。谢谢。这2款游戏呢，除了口碑上的胜利啊，在这个商业上的成就也是非常令人瞩目的。我刚刚看到这个数据上显示，你们这款手游现在每个月有2个亿的流水啊，这对于手游来说现在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成绩啊。而且这个端游的在线人数也是破纪录的。那你在做这2款游戏的时候，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成功吗？我们团队策划2款游戏的时候，还都是在校学生。那个时候的端游和手游没有现在这么火热，所以我们完全没有想过如何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只是为了表达一些自己对于游戏的想法。哇，真的很棒啊！一款手游，一款端游，让你们公司一跃成为了这个游戏界最有投资价值的公司。那据说这个风腾要收购之一是真的吗？我们和风腾会有一些产品方面的合作，资本层面没有涉及。那我们来说个题外话，都说这个游戏圈里面素来有吐槽这个主创的传统，但是因为您的颜值特别高，所以呢这些玩家对您是只夸不骂。你听过这个说法吗？我当然是觉得我们游戏有趣，大家才会手下留情。在这提醒大家，《新倩女》是我们和风腾集团联合出品，风腾的总裁就叫风腾，非常好记。哦，真是祸水东引啊！不过我得说干得好。那你现在除了这个《新倩女幽魂》之外，还会接下来推出其他的游戏吗？
暂时没有开发其他游戏的计划。世一科技接下来的方向是网络安全。大神真的是帅1万年，感觉现在帅到全世界去了，突然有点舍不得，怎么办呀？微微都没舍不得，你舍不得个鬼呀！哼，谁说我舍得了？不许看！哎呀，太小气了，看一下。就知道拦着我们，有本事让你家大神别上访谈哟。之前《梦游江湖》手游发布会都已经曝光过了，拦着也没有用啊。你别说，你还真想过啊，太小气了吧你！那据说你们这个公司这个游戏非常受女性的欢迎啊，但是你们公司的这些成员都是男性，那你是如何做出让女生这么受欢迎的游戏呢？这是误传，我的未婚妻也在我们的团队。未婚妻？快说，你瞒着我们做什么了？怎么突然就未婚妻啦？我也不知道。你少骗人了，大神给你求婚了？没有。等一下，难道毕业了，我直接到你公司上班吗？不然，我在你公司都实习2个暑假了，实习工资从来都没有拿到过。哦。哦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要钱没有，要人一个。哼，这也行？你家大神真是还没见面就女朋友了，还没求婚就未婚妻了，真是几年如一日的阴险。微微啊，真的不是我担心你。你说你斗智呢，你肯定是斗不过你家大神；打架呢，肯定也打不过大神。你这以后家庭地位可怎么办呀？我家大神才不打架呢。蠢！我说的是那种打架嘛，二喜，你学士服换好了没有啊？我不等你了。等一下，等一下，我再擦个散粉就好了。你快点，二喜，快点。怎么样？有没有很性感？微微，我不想跟这个二喜去拍毕业照。没事没事，摄影老师不会放过他的。有没有点审美啊？这么老不是挺好看的吗？来来来，大家集合一下。那个老师，我们先坐下。我帽子歪了。哎，那个中间男同学高个那个你，对，就你到那个边上去。对，好。哎，那个穿花衣服那女生，你把你那个衣服给我藏一藏。哎，好。就不能有点不一样的青春吗？来，准备好了啊！3、2、1，你们看哪儿呢？看我这儿，你看那边干嘛呀？哎，那帅哥，你躲树后边。来，看这儿啊！3、2、1，好，来，我们来第二张，咱们搞怪一点啊！准备好了吗？3、2、1，很好，咱们第3张把那个帽子全都扬起来，抛起来啊！来，3、2、1，喂，你快把大神叫过来，我要跟大神合影。未婚夫，嘿嘿，这个把大钟叫来啊！帮我捡帽子，快去！帮我捡帽子啊！
哎，你来了，给我们拍照。别开了，别开了啊！哎，别开了啊！哎，你们最好让我。光芒万丈的肖先生，我的舍友想找你一起合影，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呀？合影，这个要问我女朋友。不是未婚妻吗？抱歉，口误，是要问我的未婚妻愿不愿意。好吧，可以，走。干嘛？给你们俩照。哎，大神来了！大神，我要跟你拍个合照。微微，快点，我们也要拍。来，1、2、3。好了，还要吗？大神，你给我们拍个合影。赶紧的，4个人，快点。来。哎，我这1、2、3。他们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放心，应该不会造成校园公务损坏。我才没有担心校园的公务。小乃师兄，你怎么有空看我们拍毕业照啊？你不是在做访谈吗？师妹对师兄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连我做访谈都知道。我也就看了5、6、7、8分钟吧，加起来26分钟，所以看到重点了。我什么时候答应做你未婚妻了？你说呢？你好，请问你是香奈师兄吗？我是你的粉丝，我是心切你的专属玩家，我想要你的签名，可以吗？我的签名大概没有什么意义，不过谢谢你支持我们的游戏。我会一直支持下去的。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俩了，师兄，拜拜。走了，未婚夫，帮我拿行李去小林家。薇薇，我什么时候答应当你的未婚夫了？大家都这么熟了，帮你拿个行李应该没问题。走吧。毕业了，我们4个还是住在一起，就是把宿舍变成了小林家，感觉都没什么毕业情趣了。而且工作的地方又离得这么近。你们住小林家，大钟没意见。他为什么有意见？上车。大钟没意见，我有意见。啊？我被子还有枕头什么的都搬去小林那儿了。用我的。可你就1个枕头。够用。经常睡沙发会得颈椎病的。谁说我要睡沙发？雨水滴在我的外套，思念浸透我的衣角。你给的暗号，微微一笑，出现的你说过的。会知道，我不会。像是春风吹绿青草，浪漫在发酵，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带你到天涯海角，听你的心跳。
你什么时候让我毕业？毕业什么？你不是让我在自动控制系修了2年了吗？自动控制系？自控。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你对我多么重要。安静点，不许乱动。擦肩而过你的发梢，像是春风吹绿青草，浪漫在发酵，只愿为你赶走所有。后天毕业典礼结束，我们一起去武汉。开车过去。开车？为什么呀？武汉那么远。再说了，我也不回武汉工作了，而且也没什么行李了。你在那边长大，总有一些东西需要搬过来，开车方便点。所以你开车回去，不是为了方便搬东西过去，而是搬东西回来。是的，薇薇，我彻底不打算把你还给你的父母了。你对我多么重要，你对我多么重要。宝贝啊，他们就快到了，你到小区门口去迎一下。哎呀，有什么好赢的呀？不是微微带他来嘛，又走不丢。女婿第一次上门，哎呀，你这副鬼样子给谁看呀？哎呦，还女婿女婿，我答应了，我没答应就不是女婿。你说薇薇这丫头也是啊，刚一毕业就跟家里说要结婚，你说就凭她那模样，她那条件，你将来找什么样的没有？这着了哪门子急结婚呢？真是气死人！哎，喂，我跟你说啊，关于咱未来的女婿呢，我是想好了一整套的考察方案，有一项不合格，这婚就不能结。喂，你别到时候跟着瞎搅和，坏了我大事啊！你呀，就看你的球赛吧。切，我才不执行你的什么鬼方案呢！哎，这个女婿的照片啊，我看过了，10分的满意。照片儿，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给人气饱了，要不然下半辈子你自己过去吧。你要不去接呀，我去接。喂，喂喂，你找女婿看照片有什么用啊？脸长得好看当饭吃啊！头发长见识短，年轻时候就这德行。哎，我还不信呢，能帅得过我？左转，对，前面一直走就是了。哎，我妈来了。阿姨，妈！哎呦，我的宝贝女儿哦，想不想我？想。怎么样，路上还好吧？累不累啊？反正不是我开车。怎么说话呢？那给妈介绍一下。
妈，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肖奈，肖奈，我妈陈芳女士。阿姨好。好，都好。我爸呢？啊，你爸在家呢。你们这一路上开车累了吧？走，咱回家吃饭去。好，我把车停一下。人来就好了，还这么客气。应该的。走，回家。走吧。哎，沉不沉？我帮你拿。拿就行。来，哎，进来，就当是自己家，别拘束啊。不用换鞋。老贝啊，人来了。爸，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肖奈。哎，肖奈，这是我爸。叔好。你好。爸，肖奈给你带了很好的茶叶。他们家那茶叶哪有我们家这儿的好喝？啊，已经拿来了，你先放那儿吧啊。人家买了不少东西呢，还给我妈买了虫草，还有燕窝。谢谢你啊！你看你给我买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呀都不知道怎么做。待会儿我把做法写给阿姨。行，不着急，咱们先吃饭吧。啊，你们俩洗洗手，咱们先吃饭。洗手间在那边，走。对呀，你怎么这样？你说你那点出息啊，你是没见过虫子，是没见过草啊？我端菜去。你快去。给，干净的。身高还可以。龙虾来了，来。哎，对啊，现在正是龙虾上市的时候。肖奈，我们武汉的小龙虾跟别的地方做法不一样，这样清蒸啊，最能保持小龙虾的香味儿。快尝尝。来，给。爸，你也吃啊？给。给你个大个的，快吃快吃。我跟你讲啊，我爸做的蘸料特别好吃。一般般吧。小奈呀，来多吃点啊。虽然阿姨做的菜不如薇薇她爸，但我这做的也是正宗武汉家常菜啊。谢阿姨，很好吃。哎，小肖啊，我听薇薇说你是做游戏的。是的。这工作听上去好像不太靠谱啊。怎么不靠谱了？我不也是做这个行业的吗？你能一样吗？这下我问他呢。再说了，就是因为你找了这工作，所以你将来找了对象呢，这工作就得相对稳定点，对吧？游戏是我们公司最早开发的产品，这2年我们在其他的软件方面也有涉足。哟，这就更不好了吧？你做工作啊，就应该专心致志的，对吧？你们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好像不太专心吧？啊？老贝啊，那你还换工作呢？你怎么不说自己不专心呀？我怎么不专心了？我换工作能跟他一样吗？怎么不一样啊？你呀就是双重标准衡量人，你这鸡蛋里边挑骨头。能不能好好说话啊？我怎么不好好说话了？你当着叔叔阿姨感情真好。恭喜你，1分钟就看出来了。哼，来吃啊！你吃吧，少说话啊。嗯，吃。多吃点啊，快吃。
谢谢。小妹啊，真是不好意思啊，微微他爸也不知怎么了，今天啊特别的别扭。本来呀安排你跟他爸睡的，你看这。我知道，谢阿姨。那行，那你早点睡啊，开车辛苦了。辛苦了，那晚安。年轻人，行不行啊？行就快点儿。哎，来了！怎么回事啊？哦，那刚好赶上你小姨过来送大米。正好还有人送了箱喝的是吧？全对。哎呦，好热，好热！哎呦，老婆。你还真理我爸呀？以后我们还是生儿子吧。请问你的思维是怎么跳跃的？你还没搞定我爸呢。刚刚叔叔让我跑5000米的时候，我顺便想了一下，如果我们有个女儿，我恐怕只会比叔叔更千方百计地为难想娶我们女儿的人。该怎么为难都想得差不多了，不过这样一来，怕是我们女儿也嫁不出去了。还是生个儿子吧。我还能教他怎么搞定别人家的女儿。我就是别人家的女儿是吧？糟糕，不小心被我家夫人发现了。还不是你家的呢，找我爸去。老贝同志啊，这样不太好吧？干嘛？糖衣炮弹没用。我跟你说，你现在是谈恋爱谈昏了头。你妈看着人家长得帅，什么都好。咱们家里边现在需要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就是我。是吧？我发誓，不是唐毅的，
就是普通炮弹。但是爸，你不觉得你这指标有一点点奇怪吗？有什么奇怪的？人家招学生都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对吧？我现在是招女婿啊，那标准不是应该更高？但是爸，你想啊，如果肖奈的爸爸妈妈也这样考核我，你会不会不高兴啊？那当然不行。哦，你这孩子，我跟你说正事儿呢。微微啊，爸不是说要拦着你，啊，但是毕竟呢，这结婚呢是女孩子一辈子里边的头等大事儿。爸就是希望你能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考虑考虑你自己将来到底想要什么，你别这么草率的做决定。哎呀，这个小肖呢是什么都好，什么都会，甚至可以说比你爸当年还完美。但是他就是太完美了，反倒让人不放心。你这什么逻辑啊？再说了，他也不是什么都会，做饭就不会。啊，他竟然不会做饭呢？行了，我告诉你，就凭这一点，之前他所有的好处全部抵消掉，不好使。爸，你还带这样的呀？你将来嫁过去，每天要买菜做饭伺候他，不行。爸，百密一疏，你说，人不会做饭绝对不行。哎呀，哼。哎，我好像帮了倒忙了，你还是自己去吧。我去跟叔叔聊一下。妈，你说老贝会不会难为小奈？没事儿，这不才进去10多分钟吗？行，那就定了啊！哎，薇薇，我跟你说啊，你们俩要是想结婚呢，赶紧结啊，要多快有多快。不是你，哎呀，嫂子，你傻坐着干嘛呢？你们俩先聊聊，去。这什么情况啊你？你刚刚跟我爸到底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爸就变得立刻要把我嫁出去啊？我跟他聊了一下你小时候。就这样？叔叔看上去很喜欢小孩子，我顺便提了一下政策开放了，可以生2个孩子。如果都长得像你这样，应该挺可爱的。那跟我们现在结婚有什么关系啊？你爸爸大概觉得，早点编出2个外孙也不错。这年轻人呐，这年轻人呐，早点结婚好，啊，早点结婚早生孩子，趁着年轻再恢复的也好嘛，是吧？你赢了。我这是要当外公的节奏。你那意思我要当外婆了呀？啊，对呀，有人要当外婆了啊！薇薇啊，你快进来一下。妈，我搞定了，你们可以过来下聘了。哎，叔叔阿姨明天就到了。这么快啊？听上去，贝小姐不是很情愿。贝小姐觉得人生好玄幻啊，一点准备都没有。其实我爸妈本来想让我考武大的，不过后来我一想，还没去过别的城市呢，才决定考庆大。要是真的上了武大，估计就不会认识你了。
你在想什么？平行时空理论。你脑洞怎么开那儿去了？我在想，如果真的有平行时空，那个时空里的贝微微考了武大，那边的肖奈一辈子都结不了婚怎么办？我可能会很同情他。那他就不会找别人吗？他肯定很挑剔。我猜那个贝微微也很挑剔。而且，人生那么漫长，他们总会遇到的。说不定60多岁的时候，变成老头老太太，有一天他们遇到了，来段夕阳红什么的。夕阳红。 6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男未婚女未嫁，就凑合凑合呗。微微，我们把婚期提前点吧。为什么呀？把那对老头老太太的时间补回来。有质量的补回来。 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最好从下一秒，最好从下。